来到村部，老张也在，三人坐定之后，林安国当先开口：村里进账了将近8000万，这笔钱商量一下怎么弄吧。说罢，他和老张的目光都投向了林浩。报备了吗？这笔进账肯定要报备的，但一般是不需要上交的。但毕竟这笔钱等于是土地转让金，转让了淡水岛，而且金额不小，具体的还要看县市一级的态度。这次出售县市一级也没说什么，毕竟京城的资本说出来还是没有外资好听。报备了，县里的意思是，接下来对村里的拨款可能会终止，由村委自行填补。至于其他的，倒没说什么。那接下来咱这边的建设还要多少钱？这也说不准，我跟会计粗略算了算，1000多万肯定是够了。宁可多留点，总比不够强。我觉得吧，留个1半的资金在村委的账上，剩下的钱分了。分了。林安国和老张异口同声的惊诧道：不分干嘛？这是村集体的创收，等于说全体村民都有份。不过先要把当时买入村服务公司股份的人分了，接着再按人头算一下每人分多少钱。说到这里，林浩犹豫了一下，至于我的那份给1半吧，剩下的1半就当我捐给村里了，看看能弄点什么。村服务公司他和林安国占的股份最多，他个人就占25%了，就算是分8000万的1半，他个人就能分1000万了。虽说是自己应得的，但也架不住村中那些心理不平衡的人乱嚼舌根子。要是之前林浩肯定是一分不让和他们做斗争，但现在自己的情况就没那个必要了，得了1半，捐出1半，这样也不会有谁再啰嗦。老张很看好村服务公司，奈何当时没多少钱，所以跟老罗一样，各买了3%的股份。听林浩说要分钱，这会也不禁心头火热起来。4000万啊，3%那就是120万，再加上本身村人头摊到的这一锤子，不仅把当时买股份的钱补回来，还能大赚一笔。哎啊，还是跟着阿浩走有肉吃啊！当时阿浩就提醒肯定有搞头，怎么就不知砸锅卖铁多买点呢？不是分了合适吗？爹，咱这是村集体共同经营产生的利润，这钱本来就属于全体村民公有，只要咱行的正站的直，没给自己多分，就没有一点问题。再说村子说发展也说了2年，实实在在的好处村民也没想到过，这次把钱一分，以后啊，村委说啥村民们都会拥护。林浩就差说这钱分下去，林安国就可以当土皇帝了。到那时别说村民不会说村委的坏话，就是外人有说的，他们也能站出来跟对方干一架。大国，我觉得阿浩说的可行，咱要不把生产队长都叫过来开个会？林安国还是有些犹豫，关键这可是好几千万呢，分下去容易，万一到时让收上来，那可就难了。这样，我先去镇上请示一下，如果没问题，咱再开村委会。爹，你私下问一声孙镇长就行，你要是当着大家面问，孙镇长给你的回复肯定是模棱两可的。林安国想想也是，索性走出去打了个电话，这个电话打得有点久，足有半个小时，他才再度进屋。那就通知生产队长下午开会。村委的账上放太多的资金不是好事，索性分给村民。这个决定林浩并没多少私心，让全村人都乐呵乐呵。第二天林浩刚起床没一会，老罗就跑到了家里。罗叔，有事？阿浩，我听村里在议论，说是要分钱。确实有这个想法，估计村里还在研究章程呢。他们说有几千万，我之前的3%跟村里分的冲突不？肯定是紧着你们之前的股份分了，然后再分集体平摊该得的，不冲突。老罗听完心满意足的走了。没一会，林平跟阿和也跑来问：你俩有啥好问的？差那么一点钱。一句话把两人给对走了。林浩打算溜个弯去村委看看情况，结果刚到小广场他就走不了了。阿浩来了！有人眼尖见到他喊了一声，原本在小广场三三两两议论的众人齐齐的围了过来。阿浩，听说村里要分钱，真的假的？生产队长开会说有几千万要分呢，啥时候分了？阿浩是按口分还是按户分啊？哎呦，我家2小子结婚户口还没扒走，这算是1户还是3户啊？阿浩，我儿媳妇嫁过来，户口还没来得及迁，这该怎么算啊？阿浩，大肚婆是算1户还是2户啊？算1户就有点不公平了。问题五花八门，林浩听得一愣一愣的，有些问题别说他，估计村委都没想到过。各位，这是你们不该问我呀，要问村。生产队长说了，是你坚持要分的。阿浩，你可是干了一件大好事啊！对啊，阿浩，你说我们能分多少？林浩很无语，这个得村里算账，自己连全村多少人都不知道，哪知道每人能分多少？那个村里会出通知的，你们等着吧。好不容易挤开人群，他也不去村委了，估计那边也围着不少人了，还是回家躲着吧。他想了想，干脆让阿和建好船到码头等他，两人一起出海钓鱼得了。哥，我们去哪？阿和摇响机器问道。去龙虾岛吧，那里有阴凉。哥，这天太热，要不我们带上潜水衣，说不准那边会有鲍鱼啥的，抠点回来吃。阿和提议道。林浩也觉得可行，好久没吃鲍鱼了，弄个几只回去，
给阿旭补补也不错。拿了几个氧气瓶和2套潜水衣，这才往龙虾岛的方向驶去。阿和，咱先到淡水岛转一圈。都卖给小日本了，还有啥好转的？哥，要我说，那帮小日本就不是好玩意。阿和多少能猜到一点，那帮人为啥要买那个岛？毕竟当时那箱子可是他跟着林浩一起去扔的。林浩没理他的牢骚，他只得转舵往淡水岛驶去。离岛还有2-3海里，就看到岛上搭起了一个很高的瞭望台，这会正有人坐在台子上。阿和，不要靠太近，转到东面。阿和应了一声，再度调舵，结果转到东面后，发现同样有一个瞭望台。看到他们的船后，原本坐在瞭望台上的人还站起了身。哥，这么严防死守的要干啥？哼，怕有陌生人登岛，不小心撞坏他们的好事。林浩看了一眼手表，已经9点多了。阿和，回龙虾岛。阿和再度调整舵向。此刻淡水岛上，5条真三亲自坐镇，没一会便有人来汇报，说是有条小船在周边转了一圈，然后开走了。只要不靠过来，不必理会。5条真三此刻还是很平静的，虽说已经找了10多天，还没有宝藏的影子，但他也不急。要是自己藏的话，肯定也会很隐蔽，总不可能随便一个上岛的人都能发现。他的想法是，先在淡水岛上寻找，如果真的没有发现，那就扩散到周边的海域。反正此刻的他肯定，宝藏必然是在这附近的，只要在，那就肯定能找得到。不过让他有些惊异的是，听说林浩已经回来了，按说他会千方百计的阻挠才对，但这2天他连过来看一眼都没有，这倒是让他有些不解。5条军，那个滑梯的底座已经撬开，但底下什么都没有。5条真三略一沉吟。林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我们不能按照之前的思路来找了，否则必然有被遗漏的地方。整个岛也不算大，从现在开始，从东往西一寸寸的找，我就不信还找不到。许清应了一声，转身欲走，想了想又停下脚步。5条军，请恕我直言，我们已经花了6个多亿 RMB， 若是找不到的话，难以向家族谢罪的。那依你来说该怎么办？5条真三不紧不慢地问道。许清双目阴狠之色尽显，抓住他，带到海上，逼问出宝藏的位置，然后直接推到海里。5条真三似乎并不惊讶他会说出如此极端的方式，不假思索地挥挥手：“你去忙吧。”许清顿足嘿了一声，这才迈步出去。林浩，你要保佑我在此处能找到宝藏，否则你的小命可就难保了。林浩跟阿和到了龙虾岛，没急着潜水，先绑钩开始钓鱼。哥，要是那个岛上他们啥也找不到会怎么样？虽然林浩没有明说，但阿和参与的多，猜也能猜得着的。不知道啊。哥，你说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？这帮人没人性的。林浩愕然，阿和能想到这，说明这段时间还真有些成长了。不怕，在咱的老窝还能让几个外来的耍起横来。其实他还有些其他更阴损的安排，这些就没必要告诉阿和了。没一会，林浩当先中鱼，运气还不错，是一尾狗鲨来着。晚上可以考虑来一道酸菜鱼，多放点辣椒。好久没吃辣了，现在的受辣程度好像也退化了不少。接着阿和又中了一尾黄鸡，你来我往的，钓了也有10多尾鱼。到了中午1点左右，底朝一点流都没有。林浩开始做饭，今天出来的急，也没带啥吃的，只能就地取材，一人煎1尾鱼来吃，一人1尾1斤多的黄翅。别说林浩，就是阿和也只感觉到了3分饱，刚好等一下要潜水，吃得太饱反而不好。穿好潜水的设备，2人相继的跳下水，这里中间的水深有30多米，常人是没办法潜到底的。好在贴近岛壁处较浅，也就10来米的样子。很快，林浩就发现了一个响螺，还在底部的一个缝隙中发现了几个触须，这里叫龙虾岛，自然是不缺龙虾的。就在他把响螺收了，正打算对付龙虾时，就见不远处的阿和像是出了什么事，猛地往水面窜去。他也不敢怠慢，跟着往上浮上水面，他就见阿和喘着粗气，一脸的惊恐之色。怎么了？哥，底下有阿飘，我的氧气给拔了。林浩这才注意到，阿和背后连接氧气瓶的软管真的被拔了。阿和稍喘了几口气，一个翻身上了船，躺在甲板上又喘了片刻，这才道：“哥，底下有不干净的东西，你快点上来。”要说鬼啥的，林浩是不信的，他更相信阿和的软管是被挂掉的。行啊，我看看到底什么情况，你在上面歇会。不等阿和回复，他又沉入水底，四处观察了一下，除了鸡尾小鱼，并无什么不妥。不以为意的他矮下身开始对付龙虾，刚好又看到礁石壁上有鲍鱼，心中大喜，看来今晚有鲍鱼吃了。正想着，突然感觉背后有动静，他猛地回头，然后一道黑影迅速的游走，动作非常快，但林浩还是看清了轮廓，看上去像是一只猫，但体型大于普通的猫，跟家里的石榴差不多。这下他还真好奇了，想了想，他再度矮身开始抓龙虾，将龙虾抓了后，他又开始撬鲍鱼。这片礁石壁上除了鲍鱼，还有非常多的海胆，他挑了10多个大的收了，打算带回去蒸蛋吃。他虽在忙碌，但余光一直注视着两边。过了大概有几分钟，那个黑影再度出现，
缓缓地向他背后游来。对方很聪明，不仅知道如何避过他的身形，还知晓避开他的目光。这次林浩没有轻举妄动，一只手接着在挑海胆，另一只手缓缓地伸向身后。对方缓缓地靠了过来，真做到了悄无声息，然后就附在氧气瓶上，应该是在做手脚。林浩背在身后的手猛地发力，入手能感觉到对方是长毛的，他刚好抓住了对方的一只爪子。突然手臂传来一阵疼痛，他暗骂了一声，但依旧是没有松手，抓着他就往上游。就算手臂被抓伤，他也要看看是什么东西在搞鬼。林浩往上游，那家伙挣扎的也越发厉害。出了水面后，他还叫了起来，声音有点像小孩的哭声，又有点像羊叫。我操，哥，这是啥？林浩翻身上船，这才双手用力将他给控制住，而对方的叫声越来越密。这一刻，他也看清了具体是啥东东，不禁惊呼：我去，我们这片海域怎么会有海獭？没错，这就是一只海獭，整个头部与他在四川阿旺老家看到的土拨鼠非常像，一身褐色的皮毛，两只小眼睛滴溜溜的转着，一看就是个调皮的。这是海獭，挺好玩的，刚刚就是他把我的氧气管子啊！阿和说着变上了手，撸了2把，感觉手感不错，又抓住他的一只爪子看了眼。哥，你看真有意思，他的爪子是不分叉的，跟鸭掌差不多。他大部分时间在水里，这样便于划水。林浩搓了一下胳膊，被他抓过的地方，不用说肯定是破皮了。他这一开口，原本躁动的海獭突然全身怔住了，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。听懂了是吧？听懂就老实点，别动。阿和压根不在意林浩说的是什么，他也是第一次见这玩意，觉得还蛮好玩的。特别是现在一动不动的，一双眼睛不时在两人身上扫过，萌萌的。咦，哥，他这个后腿好像有伤。看着阿和手指的方向，林浩伸手摸过去，发现这里应该被什么东西咬过，伤口已经愈合的差不多，但那块皮毛倒是缺失了，而且这只爪子明显的外翻。手顺着根部一摸，这才发现当时骨头也断了，现在可能快长好了，但已经偏移了。这玩意以前还挺值钱的，其皮毛有海龙皮的叫法，比貂皮还要好，算是所有皮毛中最贵重的一种。不过现在可不兴卖，国家已经明令禁止捕杀的保护废物。给你2个选择，一是我这样把你放了，第二把你的骨头重新接好，过程很疼的。林浩小声地说着。这畜生是不是特聪明，还知道把我的氧气管？对于林浩和对方商量，阿和早已见多不怪了，胡子大壮他都见识过的。还好吧，比较激进。林浩随口回复着，他发现好像是在央求他帮着治疗伤势。哥，你说他为啥要攻击我们？阿和从活舱里拿出一尾小鱼，试图喂他。这玩意喜欢吃海胆，刚刚底下有海胆窝，估计是把我们当成抢食的了。林浩说着，手上用力将原本长歪的骨头再次捏断了。海獭疼的全身都在抖动，但他并没有其他多余的动作。别急，马上就好了。林浩摸着他断腿的地方，打开系统，随着幸运值的下降，海獭的眼睛也微眯了起来。确定幸运值不再下降，林浩这才松开手，在他的手头轻抚了一下。好了。他从旁边的网兜里掏出一个海胆，用东西砸开后放在了海獭的面前。对方像一只狗一样，先在林浩的手边蹭了蹭，然后才低头吃了起来。咦，他真吃海胆啊！阿和兴奋不已，说着便又撸了一把。海獭明显要咬阿和的手，被林浩给制止了。没事，你吃你的，等一下我们下去抠鲍鱼，你不准再调皮了。以后我经常过来，你可以找我玩，到时我再介绍几个朋友给你认识。对了，给你也起个名字吧，看你长得圆滚滚的，就叫小胖吧。海獭嘤嘤地叫了2声，与之前的发声不同，刚刚低沉，现在明显要更清脆些。哥，快看！阿和震惊地指着水面，林浩也吃惊不已。只见海面上浮起至少有10几只海獭，他知道这玩意是群居动物，没想到这里真的会有一群。站起身，对着他们道：“你们家人受伤已经治好了。”说着，便将小胖抱起，对着大部队示意了一番，又低头对小胖道：“好了，你也该回家了。”将小胖放入水中，就见他快速地游进族群，然后就是一阵嘤嘤的叫声，给同伴们解释着刚刚神奇的一幕。林浩笑了笑，本以为他们会散去，结果不一会，一只海獭咬着一只小海獭，小心地凑了过来，将小海獭叼到船上后，比小胖明显更大一圈的海獭对着他就是一番诉说。林浩勉强听懂了，这只小海獭生下来身子就弱，希望他帮忙给治治。将小海獭抱入手中，确实很虚弱，要不是生活在族群中，估计早就死了。利用给他捋毛的功夫，打开系统，利用幸运值给他修复，也就花费了100点幸运值。小家伙终于睁开了眼，看着他发出嘤嘤的叫声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去你妈妈身边吧。将小海獭放到甲板上，他又看了一眼林浩，这才爬入水中，自己游到了大海獭的面前。见他自己可以游动，大海獭高兴的嘤嘤直叫。林浩这才对着他们挥了挥手，都散去吧，以后小心点。这次族群很听话，缓缓地沉入水中。林浩跟阿和收拾一番，打算继续下去敲爆。下水之后，发现海獭的族群并没有远离，而且还不时从2人的身边游过。这次倒没有再捣乱。林浩正在撬着鲍鱼，结
结果一只海獭游到他近前，2只前爪抠住了一只龙虾，居然自己往挂着的网兜里塞。他不禁大喜，这小家伙居然还知恩图报呢。他也不客气，把网兜口打开，将龙虾收了。没一会，小胖也来了，同样抓着一只龙虾。他索性把手中的活停了，就撑着网兜在那等。海獭小巧灵活，在水底抓龙虾可比林浩俩厉害多了。没一会，林浩的网兜愣是被他们给塞满了。不过他们过来的频率也在降低，说明边上的龙虾也不多了。林浩这才摆摆手，让他们不用再忙了。族群中的每一只海獭都从他的身边转了一圈，然后才一个个的往南游去。这边上的鲍鱼也被阿和差不多撬完了。林浩再度示意上去，翻身上船，先将龙虾倒进活舱里养着。哥，海獭还挺灵性的。看着一网都足有几十斤的龙虾，阿和笑着道：他们和人类一样是哺乳动物来着，而且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每胎也只能生一个，双胞胎的几率比人类还要低。随意给阿和解释了2句，这才吩咐道：差不多该回家了，走吧。阿和应了一声，摇响机器，长着舵渐渐离了岛边。林浩抬手看了眼时间，差不多4点多，到家也才6点左右。船靠岸之后，林浩不免又叮嘱一番，让阿和不要把今天所看到的告诉任何人。自家的船工对林浩有这样的超能力都很惊异，但他们都很默契的没有向任何人提及。也就刚开始，阿和嘴碎，说给了陈东等寥寥几人知晓，把今天的海货分一下。这里4份，我爹1份，我大哥1份，剩下2份是我和你的。对了，再给拿3只龙虾给二哥、包哥还有你阿四哥家送去吧，他们离得近，其他离得远的就算了。哥，平平想吃鱼。那你还傻站着干啥？从桶里自己挑，没有喜欢的就到你东哥家去挑就是了，咋就跟木头一样？阿和嘿嘿笑了一声，又挑了一尾1斤多的黄翅。林浩想了想，把那尾狗鲨又拿了下来，说好今晚吃酸菜鱼的，回去跟我大哥说，今晚都到我家吃晚饭。阿和应了一声，提着一堆东西走了。林浩则骑着3轮车去了镇上，这么些是吃不完的，一部分还是要卖了。来到收购站，陈东见他骑着3轮来的，就知道有海货，帮着把桶给卸下来，发现大部分是龙虾，他又好奇地问了一句：哪来的？跟阿和讨海潜水，没想到底下全是龙虾窝。对于他的好运气，陈东早已见怪不怪了，拿来称，2人称了之后，林浩就打算走。东哥，晚上家里喝酒。行，稍晚点我过去。对了，中午的时候我表弟刘纯来了，把你的燕窝带过来了。陈东让他稍等，上楼将一个袋子拎了下来。我留了一部分。林浩接过掏出看了看，还不错，都是用小号的自封袋包装好的，2、3片一袋子。刘纯呢？叫他晚上一起去吃饭。下午就回了，说是有事。林浩也不再啰嗦，至于今天卖货的账，他就拿了个单子，等回去交给陈雪，他会和收购站算的。骑车到家，回到家里，把东西递给吴婶。每巡包一次，阿雪知道花椒在哪，放点一起包，你跟阿雪都可以喝点。我喝什么喝？阿雪是得多补补。你也别客气，喝点没坏处。对了，那条狗鲨呢？阿和说你想吃酸菜鱼，我已经杀了，晚上给你做。不用，你把鱼肉片好，晚上我自己下厨。他打算做一份地道的中原版酸菜鱼。晚上，陈东也过来了，4个大男人喝酒吹牛。阿浩，阿雪忙的那个项目，让你姐也参与吧。陈东带着求他的口吻。林浩笑了笑，我姐参与倒是行，收购站能走得开吗？我爹打算把超市给盘出去了。说实话，超市太繁琐，要说利润1年下来还真没多少。现在陈父在天浩还挂了一个职，再加上超市收购站还真够忙的。超市赚出去也挺好，行吧？那阿雪这边让出1成的份子，具体的让我姐跟阿雪聊就行。2人碰了一下杯，酸菜鱼大家都还挺喜欢的，结果吃了一口，除了林浩就不动筷子了，没办法太辣，他们根本受不了。接着大家又聊起村里这次分钱的事。今天一天，小广场上的人就没断过。听说林安国今天发了好几次火，就是因为老有人不识趣的去村委打听消息。老张家买卤菜的也很多，就想着买点卤菜套得一手消息，反正全村都沸腾了。这也不怪村民们，早先还得交农业税，虽说他们的地少，但也要交其他税的。打去年开始，国家取消税务，总算不要交钱了。但像今次这样给村民发钱，还是头一遭，而且这次的金额不少，4000万。村集体占有6成多的股份，等于说有2000多万。而全村村民有多少，林浩不是很清楚，但左右也就2、3千口子人，一人少说也能分大几千呢。现在一个壮劳力1个月工资也才1000多，那些超市、饭店等的女服务员1个月才几百块，这么些等于是1年的工钱，谁能淡定得了？4人吃喝到近11点，陈东晚上没走，直接在楼上休息的。林浩喝了酒后也没去打扰阿雪，就在2楼的书房里歇着。第2天一早，林浩正想着今天干啥呢，反正这2天家里是没法待了，结果刚吃过早饭，靳小工的电话就来了。阿浩，你要的狗我帮你搞到了，上午过来看看。林浩大喜，挂了电话看向陈雪，我今天去市里，你要不要一起？那就一起吧，我去饭店看看。林浩又打了个电话给图米，
让他开着小货车跟着一起，毕竟是2只狗，他的车是没法拉的。来到市里，先将陈雪送到饭店，然后他便到了和靳小公约好的地方。太难搞了，2只狗可是花了我大人情。靳小公邀功道：行啊，改天给你送2斤带鱼，让你把人情还了。一边去，你的人情真廉价，2斤带鱼就还了。林浩的目光落在笼子里，2只狗比16的体格子都要大，一只的脸和背是黑色的，也就胸口的位置有一块鬃毛，还有一只全身的皮毛都是棕红色。这是德牧，对，纯种的德国牧羊犬，之前一直做搜救工作的，年龄也不算大，都在7岁的样子。按说这个岁数，没有伤残的狗是不会退役的。林浩也终于明白，靳小公还真是贴了大人情。多少钱一只？说实话，原本打算送你的，但这2只的代价有点大，我们一个小警员，跟你这样的大老板没得比，一共你给5万块钱吧。够兄弟。他让靳小公把账号发他转发给了陈雪，让对方转账，不用多转，5万就5万，这人情不是多几万块就能还上的，况且多给的话，靳小公也不敢收。看着2只狗，别害怕，我带你们回家，以后只要看家护院就行，不用再执行危险的任务了。他说着，便将手伸进笼子里，在每只的狗头上各撸了一把。狗子听懂了他的话，还伸出舌头在他的手上舔了舔。该打疫苗啥的都打过了，带回去好好养着就行。阿公，谢谢了。行了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改天给我带2斤带鱼来。2人说笑了一番，搭手把狗子抬到了涂敏的小货车上。敏哥，你先回吧，把狗放进我家就行，我可能要等一会。他还得去接陈雪，也不知道对方啥时能忙完。原本该在饭店吃过饭再回家的，但林浩惦记着2只狗，等阿雪的账目一审核完，2人便开车直接回了家。回到家之后，看到2个笼子里面各放了一只小碗，里面盛着油水。他先将买的大骨头棒子拿给吴婶，让他给煮一下，这才来到笼子前。给你俩起个名字，黑色的叫阿呆，棕红色的叫阿瓜。我现在把你们放出来，但千万不能乱咬人，知道了吧？说着便将笼子给打开了。2只没有跑，似乎已经认定林浩是他们的新主人，所以围在他腿边，先要记住他身上的气味。林浩矮身，在他俩的身上各撸了几下。恰好此时，林平跟阿和也来了，2只的喉咙里顿时发出呜咽的低吼。家里人别叫。哥，这就是警犬啊，也没太大的体格子啊。阿和小心翼翼地走过来，确定他们不会攻击自己，这才伸手撸了一把。警犬又不一定就得大体格。林平也凑近挠了挠，是1公1母吧？要是过崽子，给我留1只。我也要。吴婶做好饭，林平跟阿和在家已经吃过了，在外边逗弄着小狗。林浩一直扔了一个大骨棒子。下午的时间，林浩拿来牵绳，给2只套上之后，带着来到码头，直接上船出海。还好2只都不畏水，当然也不怎么敢动，全部趴在甲板上。今天出海没想着作业创收，就打算把小胖他们介绍给胡子和大壮认识，所以刚出海他就搜了胡子所在的位置，还好离他不远，估计也就2个小时就能到。这次聚集地选在了燕窝岛边上，林浩给双方进行了介绍，还做了一些安排，这才让他们各自去玩。他也驾船回到了村里。上岸后，一直不怎么动的2只狗又活泼了起来。林浩叮嘱一声不准咬人，索性松开绳子，让2只自行活动一会。德牧本就很聪明，再加上经过特殊训练，所以在外边的时候一般很懂得看主人眼色。比如跟林浩说笑的人，他们连呜都不会呜一下。陪着狗子转了大半个村子，带着他俩有一点好。原本想凑过来问问村里分钱的人，这会也不敢靠得太近。傍晚回到家，林平的狗窝已经搭好了，林浩指了指，2只就会自动钻进去休息。大哥，我后天去舅舅家，吴婶会喂狗，你每天去买点大骨头棒子带过来。知道了，去舅舅家要买的东西都弄好了没？弄好了。你先去吧，等年后到时我再去，是该走了。2兄弟聊了几句，也到了晚饭点。林平并没有留下来吃饭，其实大哥的房子也已经建好了，只是一直没有搬。倒是阿斯跟阿友在后边盖的房子，好像说近期要入错。晚饭过后，吴婶帮着陈雪在收拾要带的东西。阿浩，那边孩子多吗？我准备了10个红包，不知道够不够。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多带点现金就是喽，不够就现场包。陈雪又问道。给你带了3套衣服，我们打算住几天啊？林浩挠了挠头，这还真就不知道。要是舅舅们的气消了，那估计至少要留他过个3、5天的，但若是气没消，估计1天也待不了。别急，明天还有1天呢。总不能把事都留到最后1天来做。对了，你明天记得去天浩拿点干货，舅舅他们那里不靠海，平时应该很少能吃到这些。我多带点鲍鱼和海参吧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就能体会到有一个贤惠的老婆有多好了，什么都有帮你考虑到。第2天，林浩吃完早饭，照常出来巡视一下领地，总感觉今天村里怪怪的。走到小广场的地方，他才反应过来怪在哪，因为清早到现在，愣是一个大活人没碰着，就连原先一直不断人的小广场，今天也是空无一人，连只土狗都见不着。这倒是奇了，人呢？溜达着来到阿和家，刚好看到萍萍出来倒垃圾，他问了一句：阿和呢？
去村部了。他去村部干啥？全村人都去了，听说村里通知出来了，说集钱怎么分，所以都跑过去看去了。林浩愣了愣，终于有结果了，他也往村部走。结果隔着老远就见村部门口人山人海的，他看到阿和跟林平两人站着老远在跟老唐闲聊，他走到近前，老唐，你不看门，咋跑这来了？老唐一指村部大门，你看这门还要看吗？我能看得住吗？具体说了怎么分吗？老唐一指公告栏，严格按照户口来，按口分，全村统计户口3103人，总共2640万，每口分8507块。林浩点头，还不错，一家4、5口人，那就能分个3、4万块。有不同意的没？只要分钱，怎么分都会有人认为不公平。这不有说家里儿子要结婚的，理应多分，也有说户口没迁过来的。当然，大部分还是蛮高兴的，毕竟白得了这么多钱。恰在此时，村部抬出来一张桌子，林安国拿着喇叭站到了桌子上。2件事，一是有意义的，从下午开始排队进村部来反映，村委会给大家详细解释，过后大家挨个过来签字，签完字的留下账号，3天内会将钱打入你家的账号，每户只打1个账号。当然，签完字的，默认你对分配没有意见，往后再说什么村委可就不理了。2是不签字的，款项暂时不会入账，什么时候我们解释明白，你认可签字了，什么时候给你过账。说白了一点，你不签字，耗的是你自己的时间。现场又是一番的吵闹议论，林安国再度大吼一声：“再吵，这钱就不分了！”这句话比啥都管用，现场顿时鸦雀无声。现在听我的命令，排成2队，不急，今天一天随时来签字都行，家里有事的可以先回去忙，等下午再过来。老唐跑了过去，混在人群中大叫着：“听主任的话，大家排成2队，来，每户留1个人就行，其他的靠近站。”大家要相信村里，咱的好日子还在后边。我相信随着村子的发展，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分钱。林安国这话一落，引得全场一片叫好声。听大国的准没错，乖乖，以前村里就是催着我们缴这缴那的，现在居然村里主动给发钱。大国以后有事你直接说，谁要是不听话，看我们不抽他。整整一天，全村都闹哄哄的，大部分人脸上的笑容就没消失过。平白每口多得了8000多块，这谁不高兴啊？其实要依林浩的性子，会提前联系好银行，让银行派押运车过来，就在村部门口发现金，一辆辆的现金堆放那才叫壮观呢。见现场井然有序，林浩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他便打算去一趟天浩，结果还没走，四爷爷就带着几个老头将他围住了。四爷爷，你有事？我们几个老头过来是为了谢谢你，村民们心里跟明灯笼似的，都知道这钱是你给大家带来的。林浩赶忙摆手：“你老可别这么说，这是村里的决定，钱也是国家的好政策，要是没领导们的支持，哪有这么些钱分？况且我是小辈，也当不起你们的感谢。”几个老头笑了笑，四爷爷扭头对几个老头道：“怎么样我说的吧，我们老林家的后生仔都是识大体的，阿浩做这些难道就为了这几声谢？行吧，都忙各自的事吧。”等到几个老头走远，四爷爷才轻嗤一声：“都是没见识的。阿浩这次的事办得不错，为老林家在村里长脸了。之前人家还说村主任除了林家就没人能胜任，你爹刚上去时还一堆闲言碎语的，这次过后我看谁还敢说，看我不啐他一脸。”你老也不别太在意，嘴长在人家身上，想咋说就咋说呗，我们又不会掉一块肉。对，全村就没你这么豁达的。陪着老头聊了一会，他这才回家开车去了天浩。目前全国有73个客户，出货量有大有小，争取年底达成收支平衡。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我说了，明年年底实现盈利就行。市场对于我们来说，现在并不是第一位的，第一位还是在产品上，研发那边多盯盯。我不急着赚钱。你不急我急啊，这么大个盘子，天天亏钱算怎么回事？这边的经营你不必多管，反正总会实现你5年的规划目标。林浩苦笑，为什么自己的产业干着干着自己好像就变成了外人？天浩这样，饭店也这样，就连远在加拿大的淘金同样如此。好在自己还有船队，当然现在的捕鱼好像有自己没自己也一个样。你老婆啥时候过来？还有1年才毕业呢，我提前2年实习，总不能让她也这样。我怕你们老是异地会。放心吧，比你想的要牢靠。况且就算真的走到那一步，我就一辈子光棍，感觉也挺好。不像某人20来岁就结婚，过早的进入婚姻的坟墓，人生啊，少了太多的乐趣。就嘴上逞能。下午的时间，
这才安心的回家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林安国过来了，到底还是不放心的。那是你亲娘舅，到那别犯驴脾气，舅舅要是骂你，你就挨着。说到这里，他叹了口气，声音放低了少许，就当是为我挨的。知道了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肯定能让舅舅喜欢的。林安国轻嗯一声，让他去没让老大去，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更会说话，老大太憨厚，嘴巴笨了些。林安国打开随身带的包，从里面拿出2万块，这是我给你姥爷的，你趁着没人的时候拿给他，我就先回了。今天一天脑子吵得嗡嗡的。有几家没签字？都签了，不签就不给转账，都怕村里反复呢。行了，我走了。爹，这是阿浩准备的燕窝，你要不今天带回去？陈雪拿着个小包走了过来，林安国面上浮现笑意，接过包，叮嘱他路上小心，这才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人出发。舅舅一门在隔壁的三明市下辖的大田县，离他家大概200公里左右。现在的全南高速连影子都还没有，所以几乎全程是国道和省道，中午前能到就很不错了。你要是不舒服就说，其实不该带着你跑这么远的。后边陈雪正吃着水果，听说多吃葡萄小孩子的眼睛会漂亮，所以她现在隔3差5的就要吃点。林浩还真有点担心她会得孕期高血糖。没必要那么小心，以前怀孕的还不天天干农活。我娘说怀我的时候，阿爹还在跑船，他一边要天天做饭伺候一家吃喝，还得在菜园子里忙碌。林浩笑了笑，还带在说你也得多吃水果，你嘴唇一年四季都起皮。这一路盘山的路不少，林浩的车速一直保持得不紧不慢。到了德化县，找了个地方休息片刻，一直到中午近12点，他们才到了大田县。到了镇上，他还是找人问了一下，他来到一家卖肉的店铺买肉。林浩掏出香烟打了一支给老板。叔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冯怀军家现在住在哪？你是他家什么人？他是我亲娘舅。你是怀平的儿子。林浩当即应了一声，老板上下打量他一眼。我叫冯怀正，是你堂舅。随即一指外边的车，你开来的。见林浩点头，他对里喊了一声，这才道：走，我带你去怀军家。你们这也好久没来了吧？之前在外边念书。对，听说怀平小儿子考得好，就是你吧？我老婆跟我一起来认认门，这是堂舅。堂舅好。好，我在前走，你们开车跟在后边，没几步路。冯怀正说着便当先迈步走了。林浩示意陈雪上车，开着车跟在了后边，也就几分钟的路程，绕过一个弯来到了一处刚建好还很新的2层楼房前。怀军，家里来人了。喊了2声，楼房里出来2人，林浩当然能认识，正是自己的二舅冯怀军和二舅母。他将车子停在一边空地，赶忙下车，笑嘻嘻的上前喊人：二舅母。冯怀军愣了愣，随即露出笑容，一把拉住他的手：阿浩啊，快进家，好几年了，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。并没有任何的不待见，二舅的亲切倒是让林浩内心的愧疚加剧。打小二舅就喜欢他，因为之前的林浩打小听话，学习成绩好，一点不调皮。二舅，对不起，该早点来的。行了，快点进家，刚见面就数落孩子干啥？前几年阿平来了，还不是被你们赶走了？又看向站在旁边有些局促的陈雪，阿浩也不给介绍一下。这是我老婆陈雪。你都已经结婚了，好，可惜你娘看不到了，她肯定是最高兴的。都高兴着呢，你说这个干啥？说着又拉住了陈雪上下打量，随即面上一喜，这是怀了。你咋看出来的？还不到3个月呢。哈哈，你这可瞒不过过来人，快点回家，大清早赶路，肯定饿了。冯怀军看着要走的冯怀正道：怀正，晚上过来喝酒，这会我就不招呼你了。你们先好好叙叙，晚上我肯定到。林浩也向对方道了声谢，目送着其离开，这才跟在冯怀军身后进屋。二舅，我姥爷身体还好吗？好着呢，你来刚好，再过2天你姥爷75岁生，整生日不好办，我和你大舅舅想着这次热闹一下呢。阿娘这一门兄妹3个，阿娘排行老2，二舅就是老小，但今天也有50岁了。大舅家是兄弟2个，他家则是1儿1女，女儿应该也出嫁了。阿平怎么没跟着一起？冯怀军叹了口气问道，随即又道：你大舅和你娘感情最好，他脾气也倔。阿平上次来，他说的不中听，那也是伤心所致。你大哥一向老实，不会是记着了吧？林浩笑着解释：大哥怎么会记着大舅呢？我嫂子这不刚生了老3，她走不开。今天我要来，她一早还在那说不能一起来呢，说好今年过完年肯定要来给你拜年。冯怀军看着他说笑，也跟着高兴。不错，真长大了，你比以前可能说多了。以前你虽然听话，但就是话少，等一下见着你大舅，万一说的不中听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正说着，二舅母端来了一盘子鸡蛋，
煮了几个，你们先垫垫肚子。二舅母，中午别忙了，家里有面条煮点就行。就听阿浩的，马上该准备晚饭了。我等下去把老大一家叫来，晚上都在这吃。二舅母去忙，二舅又问及家里的情况。都好着呢，我爹现在也在家了，当了村主任。我买了2条船，1年的收获也不错。好啊，你们靠海，只要勤快点，总比我们这边要好些。华子哥在忙什么？他能干什么？还不是当泥瓦工，现在也还不错，一天120块的工资。华子哥就是二舅的儿子。没一会，面条端上来，两人吃完，冯怀军起身道：走吧，我带你去你大舅家，你姥爷也在那边，阿雪在家歇着就行。林浩跟着起身，两人出门往东，离得同样不远。门口的院子是水泥地，大舅冯怀远正在翻晒豆子。怀军过来了。见到二舅，他招呼了一声，目光在林浩身上一扫而过，低头接着忙不过，很快又再次抬头，目光定在了林浩的身上。大哥，阿浩回家了。冯怀远嘴巴开合了好一会，才吐出一句话：还以为你们忘了这门亲呢。林浩笑着上前，掏出香烟递了过去，见大舅接过，他心中有了底，拿出火机给他点着，这才道：大舅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要是气我这么长时间不来，你就骂我2句，骂不解气，要不抽我2下。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而且再大的怨气这几年也淡了。冯怀远看了他一眼：你长得更像你娘一些。外甥像舅妈，我爹说我长得像你。听他提到临安国，冯怀远轻哼了一声：进家看看你姥爷。跟着进家，老爷冯志夏正在编扫帚，身体削瘦，看着精力还不错，就是有些轻微的耳背。冯怀远提高了点音量道：你外孙来看你了。冯志夏抬头看向林浩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咧开缺了2颗牙的嘴。阿浩是吧？乖乖，长这么高了。老爷身体还好吧？老了，现在一顿只能吃1碗饭了。日他奶奶的，年轻时能吃没得吃，现在有得吃，吃不下了，没地方说理。老头一直都有口头禅，这么说话林浩一点不稀奇，陪着老头聊了一会，又见了大舅母。晚上在这边吃。大舅母对着二舅道：不了，你弟妹已经在家安排了，晚上都去我那边，我带着阿浩先过去，阿浩家的也来了，怀着身子就没叫他过来了。两人一走，大舅母又拱了一下自己男人：这阿浩几年不来，这来一趟咋还空着手呢？我们倒无所谓，也不说给老头子带点东西。冯怀远瞪了他一眼：带就带，没带就没带，人家能来就是心意，这话别当着人面说。大舅母轻哼一声：怀平走了，一家就没有一个靠谱的。你巴不得亲戚都是身家千万的，以后家里的穷亲戚全断了。怀远说完，重重的哼了一声，说到底他对林浩空着手，多少也有些不满的。再次回来，冯怀军带着他俩参观了新建好不久的家。那晚上你跟阿雪就歇在这块。对了，这屋没空调。冯怀军说着，就掏出手机，片刻听他说道：回来时从镇上家电城让人过来装1台空调，对，挺急的。你们今天也早点下工，家里来客了，记得从镇上多带点菜。挂了电话后，他又看向林浩道：你华子哥和你三嫂都在镇上上工，等一下就回来了。林浩并没有拦阻二舅花钱，两人再度回到客厅，冯怀军给他泡茶。现在搞得不错，我看车都开上了，那车不便宜吧？得10-20万。林浩心说再加个0刚好，嘴上却道：差不多吧。二舅母还拿来一个软垫子，垫在板凳上，这才让陈雪落座。这样坐着舒服些。谢谢二舅母。通过聊天，林浩大概也了解二舅他们现在过得也不错。他和舅母忙家里的事，这里同样是山区，并没有多少的农田，但家里有火龙果园，还有一片茶山，一年下来收入也有个几万块。华子哥现在算是大工，虽说没有出去，但也不缺活干，1个月3000来块，在家里也算是相当不错了。大舅家2个表哥倒是在外边，算是一个小包工头，两人带着一般人做室外装潢，一年能赚个几10万呢。聊了没一会，大舅扶着老爷先过来了，手里还提着一吊子肉。如意，家里还剩一点腊野猪肉，晚上蒸了让阿浩尝尝。二舅母出来，笑着接过肉。林浩又将陈雪介绍给两人，虽说大舅一直没怎么给林浩好脸色看，但对陈雪他还是很和气的笑了笑。接着老爷和大舅又连番问起了家里的情况，林浩也老实的回了。当然他并没自我炫耀的暴露自己的家产，只说自己现在是个渔民兼船老大，买了2艘船跑海。这边人对于拥有2艘船没啥概念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就多住2天，刚好过2天你姥爷做寿。哎，我听大舅的。你2个表哥，你也好几年没见了，过2天都要回来，你们也要熟悉熟悉，不然在外边见着老表间都不认识。相较之前，大舅的态度已经软化了很多。
没一会，戴舅母也来了，画风明显有了些许的变化。你大表哥跟二表哥现在是老板了，一年能挣几十上百万呢。阿浩，你不是念的名牌大学吗？怎么又回家当起渔民来了？你两个表哥都在城里买了房，还是高档小区呢，两人还买了车，一辆车30-40万呢。你当时读大学，你娘还回来向家里借钱。哎，看来这大学读的也没啥用。林浩和陈雪两人对视一眼，陈雪没忍住捂嘴笑了起来。林浩赶忙瞪了他一眼，这才回复大舅母的话。大舅母，我现在当渔民也还不错。当渔民哪有当老板风光？你两个表哥底下有几十号人呢，都听他俩的。林浩不想在亲戚面前玩什么扮猪吃虎的桥段，只是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总不能站起身大声的和一个妇道人家争论，说自己是亿万富豪吧。哎，头痛。一边的陈雪都快笑不活了，她感觉这一刻林浩吃瘪的样子特别好玩，还从来没看到过林浩这么无力的时候。你说这些干什么？阿浩现在管的也不错。大舅训了一句，大舅母也不是吃素的，赶忙回怼道：我又不是炫耀，就是告诉阿浩，年纪轻轻的要多努力。闲叙家常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眼瞅着时间也到了下午5点左右，还在里边聊天的几人就听到外边一声喊：卧槽，卡宴，这是谁的车啊？众人也起身探头看了一眼，只见一男一女站在外边，旁边还停着一辆摩托车，男的围着林浩的车在打转，手还在上边轻轻抚摸，就像在摸稀世珍宝一样。一惊一乍的，大白天想吓死人啊，还不进来？那是你小表弟的车。一男一女这才进屋，冯新华一眼就认出了林浩，哈哈大笑道：阿浩，长个了，比我快高半个头了。华哥，我可没你那么结实。那是，你看我这胳膊，估计比你腿都粗了。冯新华毫不谦虚地显摆了一下，他今年也就26、7，比林平的年龄还要小。虽说女儿都已经3岁了，但还是带着年轻人的跳脱。外边车是你的？是啊。我去，阿浩，怪不得人家说要多读书呢。你厉害了，凯宴都开上了，咱是亲老表，凯宴是我最喜欢的车，让我坐上去体验一下。此时大舅母感觉到了不对，问道：阿华，那车很贵，要不要20万啊？冯新华瞪大眼：20万，你得多加1个0，还差不多。啥？你说那车要200万？200万还不是顶配的，表弟那车一看就是顶配的，估计得200多万吧。大舅母的目光看向林浩，后者笑了笑，将钥匙递给冯新华：有驾照吧？有，放心吧，我溜一圈。见林浩不置可否，冯新华大喜过望，拿着车钥匙便跑了出去。二舅跟着后边就大喊：你慢点。没事，二舅，让表哥玩一会不妨事的。大舅母好像还没从200万的震惊中走出来，好一会才低声喃喃：一辆车200多万，能在咱市里买4套房子了。阿浩，这车真200多万？二舅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买辆车就花200多万，那自己这外甥的多有钱啊！林浩笑看了一眼陈雪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们结婚时我丈人送我的。几人恍然，大舅母心想，原来是个吃软饭的。阿浩啊，年轻人好面子不假，但也不能把钱都花在车子上，多买点房子多好，房子还能升值呢。再有要把钱拿来干事业，你们可还年轻呢。大舅母说的是。阿雪家里是做什么的？我弟之前也是跑船的，后来在家里开了个小门市，售卖点海货。那也不容易啊，看来你爹娘真疼你，这辆车估计也把家底掏得差不多了吧？陈雪忍着笑，一本正经的道：是啊，我爹娘疼我，把家底全给我了。哎，面子害死人了。阿浩，你还得和你2个表哥学学，要把功夫花在事业上。你看你表哥管着几十号人，每年都有几十上百万的进账。冯新华开着车也没溜多远，没一会就回来了，将钥匙还给林浩。哎，这辈子没遗憾了，这车真带劲啊！明天让你开着去上工。冯新华面上一喜，随即摇头：我要开这个车去，得把我们包工头吓一跳。况且接下来几天也没活了，下一个工程要10天后才开工，我也能歇歇。刚好你来，我们一起多待几天。阿华，你就该和你大哥二哥后边干，在家里饥一餐饱一餐的，经常断活，跟着你2个哥哥，他们一年挣几十上百万呢，能亏待了你这个弟弟。大舅母在旁边插话道：行了，你去看看如意要不要帮忙，一大家子人指望他一个人忙啊。大舅母这才不情不愿的起身往厨房走去。冯新华拉了一把林，两人到门口，林浩主动给他打了一支烟。你大舅母心其实挺善的，并没什么坏心思。冯新华的话让林浩一怔，也不由得高看了一眼自己这个小表哥，这个时候还能说起长辈的好，不去吐槽，这很不容易的。你2个表哥人都很不错，他们确实能赚钱，但也是苦过来的。那你怎么不听我大舅母的话，跟着2个表哥后边？跟着亲戚后边，一点懒都不能偷，太不自在了。我一个人在家这样也挺好。话说，你这卡宴都开上了，想来比你2个表哥混得好。说说到底在忙啥？我说了，这车是弟妹家陪嫁的。这话我信一半。又一指林浩手腕上的表，
一看也不便宜，再和我打马虎眼就没意思了。也没骗你们，确实有2条船在打鱼，还开了个小公司。市里有房子吧？2幢。冯新华愣了愣，随即一竖大拇指。我没用套，你论壮，真没天理。老表干得不错。林浩心思一动，华哥，要不我回去时跟我一起去家里看看，到时我带你出海玩。我还订了一艘70多米的大船，还缺几个人，要是觉得合适，不如我们一起到海上捞钱去。你说真的？有兴趣就先和我回家看看，你放心，收入肯定比你现在要高。行啊，先去玩玩再说，带着你小嫂一起行吧？太好了呀，最好让你爹娘也一起，都到我家玩几天。太阳将落山，装空调的走了，一家的晚餐也要开始。冯怀军还亲自跑一趟，把白天带着林浩来认门的冯怀正也给请过来了。老爷坐在上手，他虽然年岁大了，但每天还要喝2两酒的。陈雪倒是备盛了好大一碗鸡汤，里面至少有半只鸡的干货，坐在那小口小口的喝着，不时就扔一块肉进林浩的碗里。没办法，鸡汤太油了，他实在有点招架不住。酒是二舅现买的泸州老窖，在本地算是很上档次的客人才喝得到的，一瓶好几10块呢。林浩借故自己不能喝，所以敬了一圈就停杯了。都是家里人，总不能人家第一天来就把人灌醉了。一直到近9点，酒宴这才结束。饭后一家人唠家常，冯怀正便借口离开了。林浩要卸行李，冯新华抢着帮忙。你这是打算在我家常住啊？带这么多箱子？咋的？不欢迎？哈哈，东头屋从今天开始是你的了。总共4个拉杆箱和1个大号的纸箱子，林浩就拎上去1大1小2个，还有2个拉杆箱和纸箱就放在楼下。他先打开一个，先从里面拿出几个小盒子。大舅母好奇凑过来瞅了一眼，阿浩，你带的这是啥呀？这个盒子里是老山参，我之前去东北朋友送了2只，这一只年份还不错，老爷留着，要是赶着人容易犯困，就刮个1两片泡水喝，也可以泡酒，让老爷每天喝个1小盅。说着，将盒子放在老爷的面前，拿起第2个打开。这是鹿茸，总共3盒子，老爷1盒，大舅2舅各1盒。然后就是燕窝和冬虫夏草，同样老爷1盒，另2家1家1盒。鹿茸和山参这些大家还不知道价值，但燕窝他们这也有产过，大家倒是听说过。看到冬虫夏草，冯新华不禁惊呼：这玩意听说1根就1-20呢，死贵的。阿浩，这怕有上百根吧？哪来的？我有个朋友在产地，托他帮我收了些，这个煲鸡汤的时候放个2-3根挺好。然后还有3个蛮大的盒子，用胶带封着口，他没有打开。这也是一点特产。说着给了老爷1盒，另2盒同样1家1盒，这个箱子的东西也就分完了。又打开另一个箱子，这个里面就全是干货了。这是自己家捕的一些鲍鱼和海参，还有点海干鱼。大舅2舅，你们也别嫌弃。这怕要不少钱吧？大舅皱着眉头道：我知道，这干品海参怕都要2000左右1斤，鲍鱼也差不多。天啊，阿浩，你这怕有个20来斤吧？不止那么些，都是自己家捞的，不费钱。老爷看着这么些东西，埋怨道：都是家里人，你带这么些值钱的东西干什么？你老爷说的对，我们一家留个一样，算是你心意了，剩下的你都带回去。大舅，真是家里产的，死沉的，我可不往家带，你们留着偶尔吃一餐，味道还是挺好的。林浩笑着把2个箱子里的东西分了，最后就剩1个纸箱子，里面是6瓶15年的茅台酒，还有6条软化子，同样是老爷1份，大舅2舅加各1份。看到这些东西，就连一向不见外的2舅也不禁埋怨起来：阿浩，不行这样，这东西太贵重了，你带回去退掉吧。天啊，是15年的茅台，这一瓶怕不得上千块吧？冯新华说着，还凑着鼻子闻了闻，好像能闻到酒味似的。阿浩，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收。大舅这次的语气严厉了少许。大舅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你外甥我现在不缺钱，真不在乎这点，本来想着多带点的，但我那车实在装不下。你要是不信，就抽时间去我那边看看，顺便玩2天。大舅母看到这些东西，愣了好一会，低声道：这怕要值个上万块吧？冯新华接口道：大伯母，你说少了，1家1万都不止，那个鹿茸肯定也不便宜。大舅还要再说什么，林浩猛打了个哈欠，赶了大半天的路，还真的有些困。2舅母赶忙叫冯新华老婆：阿倩，你带着阿雪上去洗漱休息，她怀着身子呢，这一天可够累的了。林浩和冯新华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到楼上聊会，也跟着上了楼。他实在是怕拉扯。来，这么些东西。冯怀远看着一堆堆的礼物，还是觉得收了不好。大伯，阿浩肯定不会带回去的，他也不缺这一点，我看就收着吧，拉扯来拉扯去，那才是见外了。大舅母先是拿起那个海参瞅了一眼，又看了烟酒。阿华，这真值1000多1瓶，本地的小店能不能兑了？人还没走呢，就想着兑不太好啊。大哥，阿华说的在理，收拾收拾，也差不多休息了，明天商量一下爹过生怎么弄。老爷哼了一声，指着桌上的东西：阿华，
这是我外孙送我的，你给我送回家。又对两个儿子道：知道你们孝顺，我过生热闹一下我不反对，但别太浪费了，日子还得一天天的过。放心吧，爹。冯怀军大声的应了一句。冯新华找了个大袋子，把给自己爷爷的东西全部装进去，这才扶着老爷子先走了。冯怀远见此，也只得让自己女人把东西收一收，打算回去。走到门口又道：明天阿浩在我家过一天，你们也别开火了。知道了，大哥。人一走，二舅母也欢喜的开始收拾东西。没一会，冯新华送完老人家回来，对着他娘道：娘，都好好收着，老贵的东西可千万别放没了。那这东西该放哪儿？我也不明白啊。冯新华也不是很懂。你先收着，明天我问一下阿浩。爹，那酒是不是给我一瓶？你要这干啥？那是你该喝的，存起来，别想着乱动。二舅母又看了一眼那个用胶带封口的盒子，这里面是啥啊？阿浩刚刚也没说。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结果打开看了一眼，他直接就愣在了那。不只是他，他爹娘也同样懵了。只见一沓沓的现金整齐的码在盒子里，好一会，冯新华这才反应过来，一沓沓拿出来数了一下，爹，总共是10万块。这不能收，东西收了就收了，现金不能要。你去把阿浩叫下来。没一会，冯新华再度下来。爹，阿浩说他晚上喝的有点多，现在头晕，还说要是说钱的事，那就别提了。他是亲外甥，孝敬你和娘那是应该的。也不是这么样孝敬法的。他还说，你们不收就是不可原谅他这么长时间没来问候。这孩子咋就这么轴呢？暂时别说了，等阿浩要走时再拿出来还给他。冯怀军点点头，反正阿浩还得再住几天。另一边，冯怀远回了家之后，大舅母也在兴高采烈地收拾着礼物，那可是满心的欢喜。早先对林浩的那点不满早已不翼而飞。正如冯新华所说，他人不坏，但就有点小心眼，攀高踩低不至于，就是喜欢占点小便宜。你说这阿浩真舍得呀，酒都送茅台，还有这中华烟，应该能在镇上的小店里兑了。随即又看了眼那些干货补品，送这些干啥？都换成烟酒多好。行了，这是晚辈的心意，到你嘴里就是钱钱钱，哎，这也太多了。大舅母全当没听见，目光也注视到了那个没开封的盒子。这里面是啥？该不会是金银首饰吧？抱着极大的期待，把盒子打开，随即就轻哦出口。啥啊？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当看到是钱后，冯怀远也愣神了。这一沓是1万吧？1万、2万、3万，天啊，总共是10万块呢。怀远，这阿浩是真发达了呀，一出手就是10万。不对，咱家有，老两家肯定也有，还有老头子呢，加一起那就是30万了。我天啊，不是说阿浩就是个渔民吗？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这回也反应过来，摇摇头。这孩子把钱也太不当钱了，东西咋收了？这钱怎么说也不能收啊！咱不要啊！废话，这是10万块，咋收了算什么？大舅母没有反驳，但就是心疼，随即心思一动，你明天和老二商量一下，要退肯定一起退，不然你让老二多难做。冯怀远点点头，一晚上就这句话还算像句话。行了，睡吧，明天再说。